克里姆林宫承认军事行动非常困难，普京最后会不会对乌宣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就在外界关切乌克兰军队将要发起大规模反攻之际，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什社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次承认特别军事行动非常困难。佩斯科夫表示，过去1年已经实现了某些目标，但是在乌克兰的行动缓慢，因为俄罗斯正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针对巴赫穆特的局势，他表示有大量的乌克兰部队集中在那里，不断得到增援。他还坚持认为克里姆林宫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是针对普京的恐怖袭击未遂事件。乌克兰等同于在支持国家恐怖主义。佩斯科夫告诉俄人，俄罗斯太强大了，不会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立场。佩斯科夫曾在去年首次承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遭受了重大损失，今年又首次承认军事行动非常困难。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不排除俄罗斯政府提前给国民释放对未来战局的悲观预测。在乌克兰军队将展开大规模反攻的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民众对俄军战斗力期望值过高，最后反差会比较大，将更难以接受。所以提前预告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将会让克里姆林宫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俄军防守做得好，乌军的反攻失败，那么自然不会有问题。如果情况不妙，俄军也可能再次通过收缩战线的方式来重夺战场主动权。其次，它证明俄罗斯仍然未用全力，也就是普京还有最后的一步棋，对乌克兰宣战。俄乌冲突打到现在，俄罗斯方面比较吃亏的一点就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甚至没有进入战时经济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俄罗斯民众对俄乌冲突的容忍度，但是它也让俄军的备战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一旦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就必须面对第二次动员的问题。如果乌克兰执意要攻占克里米亚，甚至不能排除俄罗斯会向乌克兰宣战。最后，俄罗斯仍保留对泽连斯基团队的直接报复权利，预示了战争升级的主动权在俄罗斯一边。克里姆林宫遇袭事件仍然被定性为是对普京的刺杀，那么俄罗斯就掌握了斩首泽连斯基的权利。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就说过，它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乌克兰危机最大的变数之一。现在西方和俄罗斯都在关切乌克兰军队的反攻，而且看起来时间已经比较接近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显示，过去2周乌军向俄军发射榴弹炮和迫击炮的杀伤人数增加了将近2/3，并且自称摧毁或清除了俄军的166个火炮系统。而打击对方火炮和后勤就是展开大规模反攻的必要准备。佩斯科夫此次向俄罗斯民众表达相对悲观的情绪，就是为了应对未来出现的更不利的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一定会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就像佩斯科夫所说的，俄罗斯是一个大国，根本不可能在这场对决中妥协，必须打下去。这场消耗战不可能因为乌克兰的一次反攻而结束，因为俄罗斯还有一些牌没有打出。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